甜蜜蜜，笑得甜蜜蜜这样的歌。哇，这也太老了吧！大家好，我是大鹏，欢迎你和我一起每天说中文。Come on！大家好，我是大鹏，这里是说中文播客。华东你好，你好，华东，你还记得上周我们聊了些什么吗？我想一想。汪汪汪！上周，上周我们聊了韩国的年龄和中国的公园，对不对？对，上周我跟大家说，在韩国只有相同年龄的人才可以做朋友。华东，你还记得吗？那就是说我在韩国的话，你不可以当我的朋友吗？按道理是应该这样了。是哥哥和弟弟的关系。但是除了这个以外呢，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影响着大家生活的，就是不同年龄的人之间呢，要用不同的韩语来沟通，来表达。今天我来试着说说看，好吧？好。大概韩语可以分为2个不同的表现形式。也就是说韩语有2种不同的说法了。第一种叫做敬语，就是尊敬的敬，语言的语，就是尊敬的语言。对，尊敬的语言没错，就是要在和比我年纪大或者比我地位高的人讲话的时候，就要使用敬语这样的表达形式。就是让别人听起来显得我更有礼貌，感觉自己被得到了更多的尊重。相反还有一种呢，我想你已经想到了，叫做非敬语。非就是不是的意思嘛。那敬语和非敬语有很大的区别吗？有啊。不仅使用的单词会不一样，而且在语法上也有变化，这是最大的区别了。其实说简单也简单，说难也难。就是比如华东，你比我年龄小，对吧？所以我可以和你说非敬语，但是呢，你要和我说敬语，因为你的年纪比我小。那你说什么我说什么不一样啊？不一样。非敬语我说敬语。对。那不公平了。但是呢，比如华东，你现在怎么讲？你是一个网站的老板，你是一个网站的 CEO，对不对？那你的社会地位比我高啊。但是你是播客的主人，你的地位也很高。所以我们可以互相说敬语。但是我们私下的关系又非常好，所以我们也都可以说非敬语，没关系了。很有意思。那你说韩国语的时候，你用敬语和非敬语，你觉得哪个你比较舒服说？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在我的工作，在学习的时候，在一些正式的场合，一定是要说敬语的，不论年纪大小。英语当中应该是不是没有这样的？没有，可能你在比较正式的情况下，你会用不同的词语，对，语法是差不多的，没有那么大的区别。我觉得中文也是这样。其实这是另外一个概念了。比如说举个例子吧，你和您，但是就是您是一种更尊敬的表达，你就没有这种感觉。这样的东西呢，我们把它叫做敬词，也就是尊敬的敬，词典的词。它不是敬语，它是敬词。敬语不仅有词汇的变化，而且有语法的变化。对，我记得我刚刚开始学习中文的时候，然后课本里有对话，然后我记得第一个对话在课本里是您好，您贵姓？对，这就是我姓王。然后以后我住在中国的时候，好像我一次没有听过别人说您贵姓。我对，一次都没听过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也没说过。你也没说过。
白学了。对，白学了。要不我们一起重新写一个更有用的教科书，你看怎么样？对，可能你比如去5星级酒店入住的时嗯候，在前台会被别人这嗯，样问到，对不对？对，这样的说法太正式了。韩国也有了，也有非常正式的，也有一般正式的，也有非常随便的。嗯那华东说了这么多，我相信，你对敬语和非敬语应该会有自己的判断了。那么不如我来出几道题考考你怎么样？啊，好，看看如果你在韩国遇到这种情况，你应该选择敬语还是非敬语？好，当然，大家也可以来一起猜一猜啦，看看你是不是理解了，好吧？好，呃，考试开始。叮咚叮咚。华东，你在公司和你的老板开会的时候，敬语。回答正确加10分。这个当然100%要使用敬语了，对不对？不然的话就完蛋了，一定会被炒鱿鱼的了。那在公司和你的同事们之间讲话呢？嗯，因为办公室还是比较正式的情况，我觉得应该还是敬语吧。对，90%的情况都是要使用敬语的了。嗯除非呢，就是这个同事和你的关系特别好，嗯在工作以外你们还有很多联系，你们也保持这样好的关系的话，这样也没关系了。但是大多数情况都是敬语在公司。嗯那好，有一天你正在咖啡厅里喝咖啡，突然走进来一位美女，你嗯十分喜欢，你想上去搭讪和她聊两句，那你会选择敬语还是非敬语呢？这我不知道哎。咖啡厅不是很正式的地方，我感觉是一个比较随便的地方。但是如果你想给这个女人看啊，我是多么礼貌的人，哦，我是个多么有文化的人，你会用敬语。这种情况一定要使用敬语了，嗯因为虽然咖啡厅不是正式的场合，但是因为你是第一次见到他嘛，你要尊敬一个陌生人，你也不知道他多大，对不对？你们也不熟悉，你们也不认识，所以要用敬语了。和陌生人讲话一定要用敬语了，不论社会地位高低，不论年纪，都要用敬语。那如果你跟他开始约会，你什么时候开始用非敬语？好，这是我的下一个问题。假如我要到了他的电话号码，然后决定约他去吃饭，约他去看电影，虽然已经不是第一次见面了，对吧？但是和对方的关系呢，还不是那么的亲近，还不是那么熟悉，还是要用敬语比较好了。我觉得，等到比如我们决定怎么成了我呢？不应该是你吗？你们决定要交往看一看，或者你们已经变成了男女朋友关系，那么就可以，不是可以了，是99%的情况都会说非敬语了。因为很亲近了嘛，可能会这样。我等他用非敬语，然后他用了我就开始用。但是如果他是一样的，他也等我用非敬语，那我们会一直用敬语。你说了这么多，那就是我们都相信语言是文化的体现，对不对？那到底有什么样的文化才让韩语有了这么有特色的表达方式呢？下次我再告诉你。哎，很有意思的。你又卖关子了。卖，没有什么其他可以卖的了，只有可以卖关子了。很有意思的，大家期待一下了。那我们现在来听听华东的故事怎么样？好。那我问一下大鹏，你喜欢唱歌吗？喜欢呀。那你经常和你的朋友去 KTV 唱歌吗？不去。不去。我每天都自己哼哼。
那你去过吗？在去过啊，中国你去过啊，去过吗？去过。你要说 KTV 吗？今天对，好，因为我到了中国以前，我一次没有去过这样真的吗？的地方。对，我不能说美国没有这个地方，其实哦有，但是没有中国那么流行吧，就哦是不是每个人都去过这哦，样的地方。但是我感觉在中国，嗯，嗯，差不多大家都去过，是不是？都去过了，都去过了，都去过了，非常流所以，行。然后对，朋友过生日啊，或者嗯是吃完饭以后，大家一般会选择去唱歌嘛，在中国，嗯，嗯，对，所以我在中国开始去这样的地方。其哦，实我怎么样？也我挺喜欢，我喜欢唱歌。嗯，你可以现在来一首吗？哎，可以，因为嗯跟我年龄一样的朋友，嗯就上班比较忙，我跟我朋友的父母，他的姑姑、阿姨什么的，我哦，和他们去，所以我认识的歌曲都是比较老歌，老歌，对。比如说，比如说，嗯，不要问我从哪里来，我哇的故塞，乡在远方，或哇塞，者说甜蜜蜜，嗯，笑的甜蜜蜜这样的歌。哇，这也太老了吧！这好像是比我爸爸还要年纪大的人很流行的歌哎，在他们那个时代了。嗯，对，所哇，以，我认识的歌，嗯大部分都是这嗯，个时代的歌曲。对，哦，其实现在我会唱的中文歌比我能唱的英文歌多，因为在美国我没有去过 KTV，没有练过。那美国人不喜欢唱歌吗？嗯，不是不喜欢，但是嗯，对大家也是喜欢听音乐、唱歌，但是去 KTV 这哦，个我不知道为什么很少人去，但是嗯嗯，没有中国那么多人去这嗯，样的地方。一个地方一个文化一个习惯了，我觉得。对，可能在美国，大家是不是更享受那种音乐节、狂欢节，或者是嗯，歌手们的演唱会？有可能是这样的其实我跟你讲，在韩国 KTV 更流行，比中国还啊，比流行了。中国更流行吗？对，嗯韩国人，哎，不仅比中国人更爱唱歌，而且比嗯中国人唱歌唱的好很多，真的嗯了，很有这方面的天赋，韩国人，所以他们有很多明星啊，很多歌手啊，嗯，都很有名。对，很嗯多明星、很多演员都会唱歌。嗯我记得嗯，我发现成龙，你知道成龙？哦，知道知道，对，我发现他会唱歌，我有一点吃惊哦，就是原来这种演员，哦，那种武术的演员也会唱歌。我觉得成龙唱的歌一般般吧。对，但是在美国这样的演员，就是在那种和别人打架的那种武术电影中，演员武术演员哦，就是不会唱歌了。不会唱歌，或者他们不会给别人看他们唱歌，就是哦，哎，对，这个是中国和美国还有和韩国之间非常非常不一样的东西了。就是你嗯会看到，在中国他是演员，但嗯是他也演电视剧，但嗯，是他也唱歌，对他也跳舞，对不对？对，但是在美国的明星，如果他是 Jay-Z，他是嗯 Justin Bieber，虽然他是加嗯拿大人，但是他们不会演电影，只唱歌，对吧？对你不会看到 Tom Hanks 出来唱歌，对不对？对对，其实这样更好，因为
有很多明星在中国，他是演电影的，后来他出来唱歌，我觉得他唱的歌真的很一般，他还不如不是他的优点。对，因为每个人不可能什么事情都特别棒吧。对。对了，华东，如果你喜欢中国的歌，我可以给你推荐一个歌手，然后他的名字叫腾格尔。腾格尔，对，他的歌真的是太棒了，可以给你一种特别身临其境的感觉，真的非常棒。是我最喜欢的歌手之一了。好，大家去看看。好，那我们也聊了很久了嘛，最后我把时间交给你，你来为我们大家做今天的结尾吧。好，那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，有一个叫懂中文的中文学习网站。哦，对，这个网站是我做的。哦，对，然后在这里，不论你的中文水平怎么样，你是刚刚开始学习的，还是你已经是一名中文达人了，大家都可以用找到适合你的学习中文材料。我们的听众去这个网站的话，可以把中文说的和你一样好吗？这个不保证，对不对？学习的责任在大家。这个你也要跟大鹏聊天，然后跟大鹏聊天几次，你就可以达到我的水平。欢迎大家多来和我聊天了。但是你学的好坏和我没有关系，和华东也没有关系，我们都不会为你们负责了。加油了，好不好？有可能比我更好，我的水平也不是天花板。对，那就是华东这个网站叫什么来着？懂中文 dongchinese.com。 你可以再说一遍吗？ dongchinese.com。 懂中文，懂就是懂不懂的懂，听懂的懂，对吧？中文说了这么多遍，我相信大家也都记住了，懂中文，对不对？好，谢谢大家收听到最后。对，谢谢大家，也谢谢华东，那我们下周再见吧，拜拜，拜拜。2022年快要到了，你想把自己的新年愿望分享给我们吗？你想要祝福大家新年快乐吗？现在就打开你的手机，然后录下自己的声音，再把这段录音发送到 chinese9339@gmail.com， 这样我们就可以听到你的祝福了。告诉我们你来自哪里，告诉我们你有什么新年愿望。对了，别忘了再用中文和你的母语，用这2种语言跟大家说一声新年快乐。说不定你可以在2022年的说中文播客里听到自己的声音，快行动起来吧！